大家好，这里是包袱慢慢游。北京的白塔寺，想必大家都很熟悉，但它的秘密呢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。所以今天包袱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白塔的4个秘密。大家熟知的白塔寺其实并不是它的真名，应该叫做妙应寺。最早得追溯到辽代，那会儿叫永安寺。当年忽必烈请来了尼泊尔的17岁的天才工匠阿尼哥，来修建一座覆钵式的喇嘛塔。那什么叫覆钵式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它的塔身像一个倒扣的钵一样。这座塔是我国现存最早、规模最大的藏式喇嘛塔。1271年开始建造的塔，第2年呢，元朝才定都。所以说，先有白塔寺，后有北京城，这话没毛病。第一个秘密，双层塔。2010年对白塔寺的勘察过程中，研究人员发现，在白塔塔肚表层内部还有一个塔心，里外2层砖塔在砖的材质、尺寸乃至砌法上都迥然相异。外层呢是大砖，内层是小砖，说明如今我们看到的白塔的外形有可能并不是元代初建白塔的样子。当然，是否如此呢，仍有待专家学者的考证。第2个秘密，白塔不白。白塔之所以为白色，是因为它的表面抹了一层白色抹灰，但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白塔都并不是白色。辽金元时期的白塔呢，表面只抹了一层薄薄的白灰或白灰浆，随着塔砖表面破损呢，抹灰日益脱落。而到了清朝，就是乾隆嘉庆年间之后的大修，上面的抹灰反而脱落得更快了。其中的原因呢，并不得而知，而结果呢，直接导致了近代白塔就变成了一座灰塔，甚至显得十分的破败。而近2年，白塔用上了更好的白麻刀灰来进行表面修复。那什么是麻刀灰呢？就是把乱麻绳剁碎，掺杂在熟石灰中加工而成的涂抹材料，能更好的防止开裂和腐蚀。如今呢，修复完成的白塔已经焕然一新，成为了大家争相打卡的地标。第3个秘密，深藏的彩画。在修缮七佛宝殿时，工作人员在明间顶部的木构件表面发现了此前并未被记录过的彩画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明间。大家请看图明间呢，由脊领、脊垫板和脊坊3个部分组成，是整个建筑的最高的部分。那这幅彩画绘制的是一对行龙，这对龙呢，龙发上竖，龙身纤细而有力，这与清代以来渐显富态的龙呢，在形态上有很大的差别。它看上去更有动感，也更精神，具有典型的明代龙纹的特点。而龙纹旁边的悬花也呈现出构图饱满、层次丰富、用金量大的特点，也远华丽于清代的风格。更加直接的证据被较好的保存在了七佛宝殿明间脊坊的底面。这座建筑的建造者留下了自己的印记，上面书写：大明弘治乙丑年，孟冬辛未吉时，前总政两广司舍监王进盖造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是明弘治乙丑年11月15日，由司舍监太监王进在卸任两广总政一职之后建造的。此时呢，弘治皇帝已经驾崩5个月了。弘治乙丑年，也就是1505年，这座建筑落成。那距今已有519年之久。而白塔呢，距今也有745年的历史。第4个秘密，历史的见证。
白塔寺呢，在1978年重修时，在塔顶华盖的大铜盘夹缝里，发现了一封1937年修缮白塔时，爱国工匠罗德俊手写的控诉日军占领北平生灵涂炭的控诉书，寥寥数语，以告后人。大白塔经历了几次王朝变更，乃至英法联军、八国联军、日军侵华数次战火洗劫，它是京城历史的见证者。其实修复后的白塔有更多的宝物和故事在寺中展出，包括塔顶华盖中数不清的宝贝，有的甚至是国家一级文物，以及修复建筑彩画时的更多细节展示。希望大家有时间去寺中观看，真实的感受这些文物带来的文化上的共鸣和历史的记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希望我哋视频记得一键三连啊！